昨晚上看了2集《八千里路雲和月》，很不錯。我倒不是想評價戲拍的好還是不好啊，就是看着看着吧，嗓子眼裡有些話就一直想往外冒。主要就是開篇的那场淞沪會戰，一個個端着落後裝備的年輕面孔衝進那台東亞绞肉機，沒幾分鐘就變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屍體了。再加上當年的戰场就在现在我的脚下，看的时候我就在琢磨，我们现代人，现代中国人，爱国還是不爱国，很多时候很有可能并沒有那麼清晰的概念了。對，你是受過系統性的教育，愛國本來就應該是出廠設置，可是人一成年吧，就肯定得踏上社會，就得浸泡在複雜的人際交往、掙錢糊口、好的壞的百樣千樣萬樣的信息沖刷認知的那片汪洋大海裡頭。然後有些人是一大批人，那個愛國的概念就变得很模糊了，甚至開始左右搖擺。加上現在網上那些算法減防和圈子壁壘，大家各玩各的，情感的認同有時候就像被什麼東西慢慢稀釋了一樣。愛國還是不愛國就沒有那麼清晰的概念了。我覺得就只有隔三差五穿越回那段歷史当中，去沉浸地體驗自己的先輩在戰場上面對槍林彈雨時候的恐懼，親眼目睹一下自己的同胞一個又一個成千百萬的被侵略者殘殺以後，才有可能把那些恍惚了的國人拉回到共同的認知裡頭來。可是現實裡穿越不了啊，所以那些優秀的描述歷史高度負責的文化作品還是得拍啊，一代一代觀眾還是得看啊。國務院在10年前就公布過權威數據，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，咱們中國軍民傷亡超過3500萬，光是軍隊就傷亡了380多萬，佔了各國傷亡總和的1/3。像那種一次性傷亡平民800人以上的大慘案，全國至少有173起，這還不算那些數不清的小規模血案。這些個數字念出來可能就幾秒鐘，可那背後是活生生幾千萬條人命啊！和平年代，一蔬一飯你吃着可能都沒啥感覺，可這部劇裡就有一個問題一直在追問觀眾：回到80多年前，這碗飯要是從侵略者的米店裡來的，你吃還是不吃啊？你是選擇氣節，還是選擇活着的底線？張永新導演有句話說得好啊，歷史是誰的歷史？我以為是我的歷史，你的歷史，是所有中國人自己的歷史。這話別人聽着有可能沒啥感覺啊，反正一下就把我給點透了。歷史不是書上的古董，它是我們每個人的來路。我能活着，是因為父母輩活着，是因為祖輩活着，他們活着，是因為當年他們的同胞死在了他們的前面。在和平年代待久了，心裡的鏡子容易落灰，我們需要經常用這些沉甸甸的歷史去擦一擦，去照一照自己，看看那份刻在骨子裡的對腳下這片土地的情感還在不在。愛不愛國，有的人以為那是一個選項，十幾20年前愚昧無知的本人以為那是一種桎梏、枷鎖、道德綁架。那今天呢，2026年，我沒資格強求別人啊，我只是告訴我自己，這應該是融入骨血裡的自覺，是對先輩浴血犧牲、山河破碎的刻骨銘心的記憶。這記憶不是用來加深仇怨的，是用來挺直腰桿的。以後風再大浪再急，只要回頭看一眼他們倒下的方向，腳下這片土地我踩着就踏實，就知道自個兒該怎麼活了。